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丁禹兮成都演唱会穿睡衣上台，顶着奶黄包造型又软又萌，把全场粉丝当甜妹宠。这种舞台不看脸照样把人拿捏死死的，谁懂啊？圆。成都演唱会那晚，灯光暗下来的瞬间，谁也没想到走上台的丁禹兮是那个样子。不是什么铆钉皮衣，不是什么亮片西装，就一套软塌塌的奶黄色睡衣，头发顺毛，脸上带着刚睡醒似的萌萌的表情。场馆里安静了大概0点几秒，然后整个场子炸了。不是那种见到偶像的尖叫，是一种更本能的、更集体性的反应。几万人同时发出了一种哎呦我去这也太可爱了吧的声浪。现场有个姑娘喊了一句宝宝你穿拖鞋了吗？周围一圈人全在低头看她脚。就这一刻，我突然理解了男生看甜妹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前总觉得可爱这个词放在男艺人身上多少有点敷衍的意思，帅的不突出的就说可爱，唱跳一般的也说可爱，可爱在饭圈好像是个安慰奖。但那天晚上我刷到睡衣舞台的视频，整个人愣在手机屏幕前，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哪里还需要什么唱功什么舞蹈，他往那一站就已经赢麻了。先说那套睡衣本身，奶黄色，纯棉质感，袖口和裤脚都带着一圈软乎乎的毛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块刚从蒸笼里夹出来的奶黄包，还冒着热气的那种。有网友精准形容，说它看起来比我的珊瑚绒睡衣还舒服。还有人直接问品牌方是不是母婴店买的。你看，大家的反应出奇一致，不是好帅，不是好酥，是好想 rua。这就很有意思了。一个成年男艺人站在万人体育馆的舞台上，却让所有人产生了一种类似看见小奶猫时的那种生理性冲动，想揉、想捏、想抱起来转2圈。这种情绪跟性别无关，跟你是不是粉丝也无关，它是一种纯粹的、无法抵抗的萌之暴击。我翻了一圈微博和抖音的评论区，发现高频词就那么几个：软乎乎、奶黄包、想啃一口、妈粉狂喜。有个评论被点赞了10几万，写的是：丁禹兮，你知不知道你这一身对我的杀伤力有多大？我在地铁上刷到这个视频，对着屏幕露出了一种极其诡异的笑容，旁边的大爷默默挪远了2步。还有个姐妹说，她把视频投屏到电视上反复看了8遍，她老公路过瞄了一眼，沉默了3秒之后问了一句：这男的成年了吗？这就是睡衣舞台的魔力所在，他完全绕开了帅这个评价体系，直接进入了一个更原始、更不讲道理的赛道——可爱即正义。你仔细想一下这个逻辑，平时的舞台，我们看的是台风，是表现力，是表情管理，是舞蹈力度。但当一个男艺人穿着睡衣出现在舞台上，所有这些标准都瞬间失效了。他不用跳舞，随便晃晃就可爱；他不用做表情管理，打个哈欠都是名场面。现场粉丝后来发出来的饭拍里，丁禹兮唱到一半突然揉了一下眼睛，那个动作被截成动图转了几万条，配文全是啊啦啦啦啦啦这种没有信息量只有情绪的文字。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舞台的伴舞，有粉丝拍到伴舞小姐姐们在后面跳得格外投入，脸上的表情不是我在认真工作，而是我强忍着不回头看丁禹兮，因为回头看到他我可能会笑场。这种微妙的互动感，让整个舞台看起来不像演唱会，更像是一场大型幼儿园文艺汇演，而丁禹兮就是那个被老师安排在 C 位。动作永远慢半拍，但所有人都觉得没关系，你慢慢来的小朋友。说到这里，必须得聊聊妈粉这个群体了。以前很多人不理解，追星就追星，怎么还分出妈粉？
女友粉、事业粉这些门类。丁禹兮这套睡衣造型一出来，所有疑惑都能迎刃而解。女友粉的心态是他好帅，我想嫁给他；事业粉的心态是他好强，我希望他更红；而妈粉的心态是他好乖，我好怕他摔着。现场有个细节特别戳人，丁禹兮穿着那双毛绒拖鞋走到舞台延伸台的时候，前排的粉丝自动自发地往后退了半步，不是怕挤，是怕他踩到自己的拖鞋摔了。场馆里的安保大哥估计都看懵了，干了这么多年演唱会安保，第一次见到粉丝主动往后退的。有人在超话里写，我全程捏着拳头，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紧张，总感觉下一秒这个穿睡衣的傻小子就要在舞台上平地摔，我的心全程揪着。你看，这种情绪已经完全不是对偶像的崇拜了，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保护欲。他越软，粉丝越硬，他越像需要被照顾的那个，粉丝越觉得自己肩上有责任。丁禹兮的团队显然也精准拿捏了这一点，从睡衣材质的选择到整体气质的呈现，都在往无害化的方向上靠。什么叫高级的营业策略？这就是不是讨好粉丝，是激发粉丝的母爱本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自己带入到守护者的角色里。而且这种睡衣效应的传播半径远比想象中要大。我在一个完全不追星的游戏群里，都看到有人在发丁禹兮睡衣舞台的表情包，配的文字是周一上班的我 like。评论区一群人问这是谁，有人回丁禹兮，一个致力于把演唱会变成睡衣派对的奇男子。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种极致柔软的形象已经突破了饭圈的壁垒，变成了大众语境里的一种情绪符号。它代表的是放松，是不设防，是摆烂也可以很可爱的生活态度。还有一点很值得玩味，以往演唱会出圈的，要么是高音震撼，要么是舞蹈炸裂，要么是服装奢华的视觉大片。但丁禹兮这次火的是一套看起来不到200块钱的家居服。有个做服装生意的博主连夜扒出了同款，发现就是某个快时尚品牌的常规款，不是定制也不是高奢，售价199。结果第二天全网断货，客服被问到崩溃，最后直接在店铺首页挂了个公告，写着丁禹兮同款睡衣目前全国缺货，补货时间待定。一件普通的棉质睡衣被买到断货。这背后的消费逻辑根本不是什么明星同款的跟风，而是所有买了这件睡衣的人，都在试图复刻那种软乎乎、没烦恼、像刚睡醒一样松弛的状态。说白了，丁禹兮把不卷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舞台作品。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男生看甜妹的比喻，你会发现他精准的有点可怕。男生为什么喜欢看甜妹？因为甜妹身上有一种让人卸下防备的能量，她笑得没心没肺，说话软软糯糯，你看她的时候不用想什么深刻的东西，就是单纯觉得生活美好，世界可爱。丁禹兮的睡衣舞台本质上提供了完全相同的情绪价值，她站在那里，不用耍帅，不用炫技，用最舒服的状态告诉你，别紧张，别焦虑，今天就是来玩的。现场有个画面我印象特别深，唱到某首歌的间奏，丁禹兮突然蹲下来，跟舞台边缘的一个小粉丝对视，然后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了一颗糖。不是安排好的环节，就是他真的在口袋里装了糖。那个小粉丝后来发微博说，那是他这辈子最猛的时刻，他甚至没想起来要接，是丁禹兮把糖轻轻放在他手心里的。这条微博的转发区一片哀嚎，最高赞的评论是，我现在去当小朋友还来得及吗？这个事情传开之后，超话里开始了一场大型考古，粉丝们翻出了丁禹兮之前各种妈粉认证的名场面，
发现这个人的软萌基因其实早有迹象，比如他之前在采访里说过，自己最喜欢的衣服是棉麻材质的，因为穿起来不扎。再比如有次直播，他中途突然消失，回来的时候抱了个抱枕，说坐着有点累，想靠着。还有粉丝拍到过他在片场等戏的时候，蹲在角落里用树枝逗蚂蚁。这些细节跟睡衣舞台串联起来，拼凑出的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偶像人设，而是一个本身就很生活流的男生的真实状态。所以说，丁禹兮的奶黄包能爆，不是因为团队策划有多牛，而是因为他本人自带的松弛感跟睡衣这个符号完美重合了。换成任何一个气质偏硬朗，平时走的是高冷霸总路线的男艺人来穿这套睡衣，效果可能就不对味了，甚至会产生一种是不是被绑架了的违和感。丁禹兮能驾驭这套造型，而且驾驭得如此浑然天成，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东西。再往深了说一点，这个时代的观众其实越来越需要被治愈了。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打开手机看到的全是卷生卷死的消息。当一个穿睡衣的男艺人出现在舞台上，告诉你躺着也可以很可爱的时候，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情绪按摩了。他不是在表演，他是在提供一个情绪出口。你不需要分析他的唱功，不需要评价他的舞蹈，你只需要看着他，然后觉得心口那个皱巴巴的地方被一点一点熨平了。这种感受跟男生刷到甜妹视频时嘴角不自觉上扬的体验真的是如出一辙，本质都是被一种没有攻击性的美击中了。他不要求你仰视，不给你任何压力，他就是在那里软软的晾着，像一个刚出炉的奶黄包，冒着甜丝丝的热气，你很难抵挡，你也不想抵挡。对了，还有一个细节必须提，整场演唱会结束后，丁禹兮在微博发了一段文字感谢粉丝，结尾用的是晚安，早点睡，不是什么感恩遇见的煽情句式，不是未来一起走的宏大叙事，就是简简单单的晚安早点睡。底下有条评论说，他穿着睡衣说早点睡，这谁还能熬夜啊？立刻关机盖被子了。你看，连营业结束后的收尾方式都跟整晚的睡衣主题一以贯之，这种从头到尾的一致性才是真正让粉丝死心塌地买单的原因。不是演了3个小时的可爱，是这个人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不紧绷，不刻意，该软的时候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那晚之后，全网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丁禹兮的睡衣到底是不是被粉丝把链接买到下架了？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个问出这个问题的人，心里都已经偷偷加购了100次。